你知道911事件背后的真相吗？为什么明知死路一条，还要选择从几百米的高空跳楼逃生？为什么世贸大厦仅仅被飞机撞击顶部，却导致整栋楼的倒塌？为什么3次撞击间隔将近1个小时，美国政府却没能做出反制措施？本期奇闻揭秘官将带你一览911事件背后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真相。2001年9月11号上午8点46分，美国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以时速790公里的速度，一头撞向了世贸中心1号楼，在楼上撞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。撞击产生巨大爆炸，碎块和残渣四处飞溅，在重力的加速下，如同子弹般砸向路人。而飞机的撞击也直接阻断了上层游客的逃生通道。爆炸点燃的燃油燃起熊熊烈火，将近2000度的高温融化了附近的一切。毫无退路的上层游客只能原地等死，或是被浓烟和烈火逼得跳窗逃生，从几百米的高空一跃而下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撞击声此起彼伏，一时间尸横遍野。然而在11号航班撞击仅仅17分钟之后，恐怖分子又劫持了175号航班，冲向了世贸中心2号楼。在所有目光和镜头的注视下，制造出了这幅在电影大片中才能一见的画面。可能你会好奇，明明2架飞机撞击的部位都在建筑顶部，却仅仅在1个小时之后就导致整栋建筑轰然倒塌。原来飞机的撞击只是破坏了部分楼体，真正致命的是爆炸产生的高温。飞机的燃油顺着电梯井流到了地下室，燃烧产生的上千度高温直接融化了大厦内部的钢筋，不堪重负的大楼轰然倒塌。美国花14年才建成的最高建筑，就这样在短短几秒被夷为平地，上百万吨的残骸从天而降，大楼内部以及周边的人群当场丧生。倒塌扬起的巨大高温灰尘更是致命，只要不慎吸入，就有可能导致死亡。然而灾难仍未停止，当天上午9点37分，恐怖分子又劫持了77号航班，这回更是猖獗地撞向了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，造成大量美国军官当场阵亡。你也许开始疑惑，这场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的3次恐怖袭击，为何美国军方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？为什么没有及时派出战机，赶在航班撞击之前就将其击落呢？更何况其中的目标甚至还有堪称美国逆鳞的五角大楼。其实美国之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阻止恐怖分子，主要有以下3个原因。第一，美国之前遇到劫机事故，首先都会进行谈判，飞机上的乘务人员也会极力配合劫匪，以争取抢救时间。但911事件的劫匪并没有按常理出牌，他们一心求死，毫不迟疑的就撞向了目标，让美国军方根本没有营救的时间。第二，美国航空的监管存在严重漏洞。当时的美国航班数量位居世界榜首，仅仅在911当天就有接近3000多架飞机行驶在美国上空。而民航部门发现其中1架飞机失联时，第一反应并不是及时上报，而是尝试继续联系对方。等到发现异常时，早已为时已晚。加之此次劫匪的非常规行动，可以说民航部门应对突发状况的行动迟缓，也是这场旷世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。第三，美国军方并不能随意击毁民航，若是在没有确认飞机上有劫匪的情况下贸然击落飞机，就相当于变相杀死了无辜的乘客。就算确认了飞机上有劫匪，也无法确定机上的人员是否能成功制服劫匪。就比如当天恐怖分子劫持的第4架飞机93号航班，原本准备撞击白宫，但在机上乘客的合力反击下，劫匪并没能得逞。只可惜飞机最终还是失控，伴随着乘客持续的反击声，最终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香克斯维尔的一片空地上。所以军方无论何时行动，都要背负滥杀无辜的骂名，这显然不是美国政客想要的结果。911事件最终造成了近3000人死亡，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美元，一举成为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人为事故，也给全世界的反恐行动敲响了警钟。当然，911事件至今仍旧疑点重重，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，但都缺乏考证，在此没有列出。对此你有什么其他的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这里是奇闻揭秘官，带你看遍天下奇闻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